我好吃懒做，胸无大志，进宫只为混吃等死。宫斗这种费脑子的事儿，我就不参加了。我入宫4年，未曾得见盛宴。就在我以为自己能这样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的时候，墨渊却一脚闯入了御福院。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我只侍奉了1次，便有了龙种。我看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欲哭无泪。都说墨渊子嗣艰难，谁来告诉我为什么自己这么快就有了？御福院地处偏僻，紧挨着冷宫、甘泉宫，皇上几年也到不了这里，因此住在这里几乎就等于与圣宠无关了。再加上这里还死过人，被分到此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地换去了别处宫邸。4年的时间，御福院里来来去去的住过不少人，一直留在这里的却只有我。我本就胸无大志，只想安稳度日，御福院我就很喜欢，而且御福院的名字里带着个福字，让自己觉得亲近。被分来伺候我的宫女原本有2个，其中一个叫晴秋的，看待在我身边博不到前程，花了银子调去了别的地方。脸秋也曾动过心思，不过权衡一番后，他还是留在了我身边。我脾气好，从不会拿他们伺候的人出气。虽然待在御福院可能没有风光的前程，但最起码不会轻易丢了性命。今日天气好，主子要出去走一走吗？脸秋，你去把我那毽子找出来，我们去踢毽子。97、98、99，哇！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明黄色的身影走进了御福院，还是跟在墨渊身后的张德全咳嗽了一声，才引来了御福院中所有人的注意。皇上！我也惊讶，不知道皇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妾叩请陛下圣安。起。我愣了愣神，在张德全的示意下，忙抬脚跟了上去。张德全等人却并没有进来伺候，并且还将脸秋也拦在了屋外。皇上，墨渊的声音里带着些不悦。过来，我不敢犹豫，上前2步，离他近了些。腕间忽然一紧，被他拉至身前时，我下意识想挣扎，可动作只做了一半便顿住。眼前人是95之尊，我是他的妃嫔，本就该顺从。我闭了闭眼，压下心底的局促，任由自己姿态柔顺下来。只是此刻天光尚亮，这般御举的清静总归不合时宜。听闻皇上素来勤于政事，白日极少踏足后宫，更非沉迷美色之人，今日怎会如此急切？我刚刚可是出了一身汗的。也不知道皇上一会儿会不会一脚将自己踢下床。宋墨渊离开之后，我觉得自己半条命快没有了，倒在床上睡了个昏天暗地。什么时辰了？主子醒了，您睡了2个多时辰，已经戌时了。脸秋回神说着，起身倒了一杯水端给我。我接过水杯，一口一口地把杯中的水喝完，干哑的嗓子才好了一点。有吃的吗？有的。小豆子去膳房领了晚膳，简单梳洗了一下，我坐到桌前，对着脸缺从食盒里摆出的1荤2素，狼吞虎咽了起来。今天本就活动量大，再加上已经过了我平日里用膳的时间，所以这会儿吃的完全不注意形象。主子，时间已经不早了，小心晚上积食。我是听劝的人，看了看剩下的饭菜，自己肚子也撑了，还是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睡了一觉又填饱了肚子，我终于有心思细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不理解皇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御福院里，还拉着自己大白天的荒唐。虽然自己长得不错，也算得上是个美人，但是宫里最不缺的就是美人，自己也没有美到让皇上一见面就把持不住的地步吧。如果真的有那样倾国倾城的长相，自己也不可能有这近4年的清静。还有那个时候，自己好像咬了皇上一口。我记得进宫时教导我们的上宫曾说过，侍奉皇上要顺从，不得逾越，不得损伤龙体。自己咬了皇上一口，算不算损伤龙体啊？皇上会不会治自己个大不敬之罪，打入冷宫啊？我打了个冷战，虽然我没有争宠之心，可我也不想去冷宫受罪啊。待在御福院里，虽然也没有多好的待遇，可只要我平日里打点到位，日常吃喝用度方面也不至于受到苛待。要是进了冷宫，就再也吃不到鸡腿了，只能吃不饱穿不暖，艰难度日了。冷宫里又冷又饿，还备受欺凌的场景从脑海里甩出去，在心里安慰自己，这都晚上了，还是好好待在御福院里吧，也没有人来找自己问罪，想来皇上应该是不怪罪我了吧。皇上来了御福院，肯定会有人来打探一下消息的。楼才人是从御福院搬出去的，和我算是有一点交情。施宝林住的幽兰轩离着咱们御福院比较近，他们会来倒是不奇怪。除了他们，再没有别的人来吗？
没有了。脸秋哭腮着脸答完，又勉强露出笑脸安慰我：主子放心，皇上既然来了御福院，还临请了主子，那就说明皇上对主子是满意的，赏赐什么的可能只是一时忘记了，说不定明天早上就会送来。脸秋心里也是担心，怕我没得到皇上赏赐而伤心。不是问这个，宫里的规矩我自然知晓，寻常妃嫔承宠多在夜间，此番却是白日，皇上素来注重名声，想来不愿因这不合时宜的亲近落人口实，多半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再者，我还咬了皇上一口，所以赏赐什么的我是不想的。不是问这个，那主子是……没什么，我可不想和脸秋去解释我为什么担心皇上会派人来治我的罪。要真说了，脸秋保不齐要吓破胆子。不过现在看来，皇上还是比较大度的。我好心情拿起之前看了一半的游记，继续翻看起来。第二天早上，小豆子从膳房领早膳回来时，我还没有醒。小豆子把食盒交到脸秋手中，低声和他道：脸秋姐姐，你知道我去膳房听到什么了吗？听到什么了？关在冷宫的那位被刺死了。脸秋被小豆子神神秘秘的样子引起了好奇心。你说的是真的？膳房的小太监们都在说，这个事儿应该假不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这么突然？好像是昨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脸秋喃喃念着进了屋子。昨天晚上怎么了？脸秋把手中的食盒放在桌子上，一边把刚小豆子从膳房听来的消息说给我听。你说陈皇后昨天晚上皇上赐死了，可听说是为什么？陈皇后是墨渊的结发妻子，皇太后嫡亲的侄女，大公主的生母。4年多前，因谋害淑妃和三公主一事，被皇上打入了冷宫。陈皇后虽被打入了冷宫，皇上却一直没有褫夺其皇后封号。当时很多人都猜测，皇上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想要惩治皇后。等过一阵子，可能随便找个什么由头，就又把皇后放出来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陈皇后这一关就被关了4年多。墨渊好像是忘了有这么一个人一样，可为什么突然之间她又被赐死了呢？大公主不是马上就要大婚了吗？在这个时候赐死她的亲生母亲，皇上是怎么想的？皇太后没有阻止吗？具体的情况脸秋也不清楚。奴婢让小豆子再去打听打听。你让小豆子小心一点，能打听到就打听，打听不到就算了。主子放心，那小子机灵着呢。这一顿早膳我吃得心神不宁，希望这事不要波及到御福院吧。皇上他昨天到底为什么偏偏来了御福院啊？好在小豆子没有让我等太久，我早膳用完没有一会儿，小豆子就带着探听来的消息回来了。可打听到什么？回主子，打听到了。据说之前宴会的时候，大公主求了皇上，说是她马上就要出嫁，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皇后，希望皇上有时间了可以去看望一下皇后，这样她也就能安心出嫁了。皇上给大公主面子，当场就答应了。墨渊子嗣单薄，目前膝下也就只有4个公主。墨渊对这4个孩子一向不错，昨天皇上可能正好得了空，就去了甘泉宫。只是皇上进甘泉宫没多长时间，就又怒气冲冲的出来了。好多人都传是皇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惹怒了皇上。不过小的在甘泉宫当差的同乡告诉小的说，皇上原本好好的在和皇后说话，可喝了几口茶后忽然就怒了。小的猜测可能是那茶有什么问题。我了解详情之后，就吩咐小豆子退下了。脑海里开始回想那天的情景，想起自己看到的那双泛红的眼睛。我认为小豆子猜的可能没有错，皇上喝的那杯茶应该是有问题的，这样就能解释通陈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赐死。不管皇太后还是大公主，都没人敢开口求情，给皇帝下药，往严重了说，可是要诛九族的。也能解释通皇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御福院，又为什么会拉着自己白日颠堂。说白了，我就是个解药。我其实有些想不通，陈皇后为什么要给皇上下那种药？不过这和我没关系。确定这事儿牵扯不到御福院后，我就不再关心了。我又恢复了之前懒散的样子，脸秋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是别的主子侍了寝，却没有赏赐下来，这会儿都该郁郁寡欢了。可自家主子竟然一副没放在心上的样子，脸秋都不知道是该庆幸主子想得开呢，还是感叹主子心大呢。恭喜主子，贺喜主子！皇上点了主子您侍寝呢，看来皇上非常喜欢您呢。先准备着吧，不管皇上为什么又让我侍寝，既然旨意已到，我也没有推辞的余地。咱们的安稳日子可能要结束了，那自己没有圣宠，后宫的那些人不会搭理我。可要是入了皇上的眼，那情况就不同了。进宫前，我姐姐不知念叨了多少次，皇宫就是人吃人的地方。后宫的女人个个都长着一副七窍玲珑心，心眼比筛子都多。我这样的懒散性子根本就不适合后宫，我自己也知道，所以进宫之后处处小心，万事都不冒头。没有圣宠不要紧，
只要不把小命丢掉就行。但有些事情不是你想避就能避开的，比如说自己入宫之后，连御花园都没有去过一次，每天都乖乖地待在自己的寝宫里，就怕遇见皇上或者牵扯进后宫争灯之中。可谁能想到陈皇后作死会让皇帝来御福院呢？算了，不想了，既然已经都这样了，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在脸秋的伺候下换好了衣服，准备侍寝。要不主子换那套衣服试一试？那套和这套也差不多，就不折腾了。帮我梳头发吧，不要梳高锥系。高锥髻发型将头发全部拢于头顶，微额高耸。现在宫里人都喜欢这款发型，头发不浓密的人会用上假髻。我的头发倒不需要假髻，但我对这个发型还是喜欢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头皮疼。那奴婢帮您梳个百合髻可好？好。这下不素了吧？不素了，刚刚好。梳妆打扮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在御福院等了大概2节钟左右，来接我的工人就到了。去往乾宁宫的路上，我分心打量着路边的景色。进宫几年，这条通往乾宁宫的路我还是第一次走。御福院离乾宁宫实在是不算近，我走到乾宁宫外的时候，都微微有点出汗了。拿帕子擦了擦额头的汗，在工人的示意下，迈步进了这座后宫人人向往的宫殿内。殿里，墨渊正坐在桌案前看书。妾恭请圣安。正安，这里坐。我谢过墨渊之后，规矩地坐了下来。叫什么名字？回陛下，妾林氏，单名一个慢字。哪个慢？是峨眉漫流的漫吗？回陛下，是蔓草的蔓，也有蔓草，零露屯溪，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兮。爱妃这名字取得很好。谢皇上夸奖。妾的名字是妾祖母取的，不过妾的祖母可不像皇上这么有学问，她给妾取这个名字，只是希望妾能像野草一样顽强生长。朕记得爱妃的父亲好像是在工部任职。皇上没有记错，妾的父亲是工部员外丧灵战。我仅仅只是回答墨渊的问话，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墨渊笑笑，又和我闲聊了几句。不早了，就寝吧。妾身伺候皇上更衣。墨渊张开手，我为他更衣。我动作虽然生疏，但好在没有出什么错。更衣完，不等我舒一口气，就又迎来了让我更加紧张之事。不过很快，我就如一叶扁舟一样，在风浪里身不由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紧张了。风平浪静后，我躺在龙床上，迷迷糊糊想着，这场风波总算过去，唯一的不适就是身心太过疲惫了。这一夜我睡得很熟，后宫里却有很多人辗转难眠。次日早上，我刚用完早膳，赏赐和晋升位分的指印就到了御福院。我带着御福院的几人接旨谢恩后，负责前来宣旨的太监小安子笑着同我道：“小人给才人道喜了。”我笑着客气回了2句，又从脸秋手中接过荷包，塞到小安子手中。麻烦安公公跑这一趟了。安管事掂了掂手中的荷包，脸上的笑容深了一些。才人客气了，能沾到才人的喜气，也是小人的荣幸。安管事一离开，脸秋和小豆子、小果子就围上来向我道喜。我也没有扫众人的兴，准备好的赏钱放入他们手中。高兴过后，脸秋又看到皇上给的赏赐，这一看，脸秋的眼睛都粘在其中2匹布料上了。这就是传说中寸锦寸金的贡品云锦呀，还真的是美如天上银霞，正好可以送去上宫局，让他们帮主子您重新赶制2艘春装出来。2匹云锦分别是水红和桃红色，都是非常适合我这个年纪穿的颜色。我上前看了看送来的几匹布料和首饰，指着其中的1匹水蓝色布料，吩咐把这匹布料送去上宫局，让他们看着做2身衣服就行。那这2匹云锦呢？脸秋把眼神从云柱上移开，看向我指的那匹布料。那匹布料虽然也不错，但比起云锦还是差一些。云锦和其他的布料先收起来吧。脸秋有些遗憾地看了眼那2匹云锦，应我的要求将它们都收了起来。皇上赏赐了布料，就是让主子穿的。况且那2匹云锦的颜色也真的很适合主子。主子要是用那2匹云锦做2身衣服，穿在身上一定很好看。但也知道，主子虽然看着好说话，却一向有自己的主意。既然说了让收起来，那劝他也没有用。后宫里人的消息向来灵动。皇上前一天在御福院见了林曼，第2天点了林曼侍寝，
侍寝过后就生了灵曼的位分，赏赐里更是有2匹云锦。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宫中。雍和宫中，高贤妃听着小太监的回话，撇了撇嘴。之前倒没有看出来，这位也是个有本事的。赵美人之前也只得了1匹云锦吧？赵美人、齐美人、蒋常人都是1匹。她倒是一下越过3个人，也不知道他们3人现在什么心情。赵美人和玉阳宫的那一位，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面上都没有什么表现。不过落梅厅那位，据说砸了一套白玉茶具呢。落梅居那位自觉受宠，一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现在被比他位分低的压了一头，砸套茶具算什么？后面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高贤妃手指轻敲桌面，语气里带着幽怨，管他们如何去斗，反正皇上就算来了我们这雍和宫，也不是上我这儿来。你们只要给我把赵美人盯紧了就行。太医开的调小身体的药，她有没有乖乖喝着？娘娘放心，赵美人那边我们一直盯着呢，太医开的药她一顿都没落下。那就好。御福院里你们看着，送件东西过去。是，娘娘。平日里冷清的御福院突然间变得门庭若市起来，脸秋、小豆子、小果子3人忙得脚不沾地。我自己也不轻松，高位分的和受宠的主子多是派太监宫女过来，位分低又不受宠的大多都是亲自上门送走最后一位来道贺的人。我灌了一杯茶，忍不住吐槽，这施宝林和邢玉女也太能说了，2人从来到离开几乎就没住嘴，到后面我都懒得开口了，2人也能自说自话地说下去。要不是天色不早了，这2人还能继续说下去。脸秋给我的杯子里重新添上茶，笑道：也是，主子，您眼见着就不同往日了，他们才来巴结您，要不然平日里怎么不见他们上门？我斜了脸秋一眼，低声呵斥道：什么叫不同往日了？这样的话以后万不可再说。对不起，主子，是奴婢糊涂了。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脸色和缓了一些。我知道你是替我高兴，但我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才人，和之前的宝林能有多大的区别呢？是，才人说的是。不说9品之上的娘娘了，光是才人美人，这宫里少吗？你要是只因为我侍了2次寝，生了个才人的位妃，就轻狂起来，那迟早会害了你自己，害了我们整个御福院。脸秋羞愧地低下了头，奴婢知道错了。主子，奴婢以后一定谨言慎行。你们也累了一天了，这些东西今天就先不着急收了，等明天再登里册，收进库房好了。第2天，我正指挥着脸秋几人整理昨日收到的贺礼时，齐公公突然带着几个宫女和太监来了御福院，把人迎进来落座后，我一脸疑惑的道：齐公公，按规制，才人身边该有宫女4人，太监4人。才人您身边之前本来就缺一个贴身伺候的宫女，再加上您现在升了位分，身边理应再添宫女3人，太监2人。奴才担心才人这边缺人使唤，好不容易从那一堆愚笨不堪的人中间挑选出几个还算伶俐的，特意带过来让才人看看，可有满意的？麻烦公公了，我这还正好缺人呢。公公可真是及时雨。齐公公笑着客套了2句，把册子递给我，将带来的人一个个介绍给我认识。我笑着听完了齐公公的介绍，宫女就留下桃红、绿翠、香草，太监就小六子、小栓子吧。我选的随意，按照先后顺序留了前几个，反正这些人也不了解，选谁都一样。再说了，自己也不过是刚刚露头，想来就算有人对我关注几分，也不至于太费心思。没被挑选上来的，跟着齐公公离开，留下的几人上前拜见新主子。起吧。我这里人少，素日里也没什么规矩，但是这宫里最忌讳什么，我想你们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你们里面要是有存了别的心思的，劝你们趁早离开。才人放心，备主的事情奴才们绝不会做。我点了点头，该说的说完，又每人赏了银子，我就挥了挥手，让他们散了。接下来的10几天，墨渊再没有召我侍寝。我的日子也恢复了之前的宁静，除了御福院里多了几个人，好像和之前没什么变化。好像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并代表真的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以前像齐美人的生辰宴这样的宴会，
我是绝对不会收到请帖的。我拿着齐美人送来的请帖，有点头疼。虽然自己没和齐美人接触过，但齐美人的为人我还是有所耳闻的，最是嚣张霸道。这样的一个宠妃，突然给我这个一向没什么来往的小才人下了帖子，我不用想也知道，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带着脸秋，很快就到了齐美人的宴会，拿着准备好的生辰礼去了落梅居。我到的不算早，也不算晚。落梅院里招待宾客的厅里坐着不多的几个人，都是位分比较低，不怎么受宠的。齐美人不见人影，作陪的是同住在落梅居的苗宝林。我和在座的几位打过招呼后，就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宾客陆陆续续快来齐了之后，齐美人才露了面。我抬头瞄了一眼齐美人，今年17岁，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尾上翘，嘴上涂着大红的口脂，明媚鲜艳至极。原来墨渊喜欢这样的呀。我百无聊赖地想着，美是挺美的，就是带刺。不过人家毕竟是皇帝，齐美人的刺怎么着也不可能扎向他。正胡思乱想间，我听见坐在主位上的齐美人开口问道：前段时间刚升了才人位分的林美人是哪位啊？问完，齐美人又对众人道：说起来，我进宫也有2年了，还没有见过林美人呢。我实在是好奇，4年无宠，忽然又能让皇上上心的林美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趁着这次生辰宴，特地给林美人下了帖子。我想在座的姐妹们也一定和我一样好奇吧。林美人不如站出来，让姐妹们认识一下。齐美人这话说的对我毫无尊重。众人闻言先是面面相觑，而后又露出了一副看戏的表情。站在我身后的脸秋气得牙关都咬紧了，我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神色如常地站起身，朝着齐美人扶了扶身。见过姐姐。齐美人挑剔地在我身上打量了一圈，也不怎么样嘛。妹妹自然比不过姐姐明艳动人。齐美人感觉自己就像一拳砸在棉花上一样，心里的火不但没有灭，反而烧得更旺了。知道自己上不了台面，倒还算有自知之明。正在这时，张德全亲自送来了皇上给齐美人的生辰礼。在场的人不管真心还是假意，皇上对姐姐真好，百忙之中还记着姐姐的生辰。对呀，妹妹可是听说南方去年遭了水灾，今年供上来的云锦只有往年的1半，连贵妃娘娘、德妃娘娘他们也才一人得了4匹，可皇上今天一下就赏了姐姐4匹，更不提还有雪缎、妆花缎、整套的头面首饰等。哎呀，这都是姐姐的体面，着实让妹妹们羡慕。齐美人听着大家的恭维，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心想皇上还是在意她的。她之前不过是在皇上跟前装作无意的说自己喜欢云锦做的衣服，今天皇上就给她送来了4匹，让她大长面子。不过就算如此，之前因为我受到的嘲笑，她也不会就这么算了。齐美人往我的方向瞥了一眼，随后宣布了开宴。齐美人现在受宠，她的生辰宴膳房自然不敢怠慢，点心精致美味，菜品美观又好吃。我正夹了一筷子8宝兔丁，准备往嘴里喂，耳边突然啊的传来一声尖叫。我下意识地转头去看，只见上菜的小宫女手中还冒着热气的扇汤，朝着自己脸上飞了过来。我刚要抬手去挡，眼前一暗，脸秋已经挡在了我的面前，滚热的汤全都洒在了脸秋的身上。我急忙站了起来，拉过脸秋，关心道：脸秋，你没事吧？脸秋情形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朝我笑了笑：主子放心，隔着衣服呢，奴婢没事。我生气地转身看向齐美人，不知道姐姐能不能给妹妹一个解释。姐姐宫里的人就是这样做事的吗？怎么就没有泼到她的脸上呢？蠢东西，还不快向林美人赔罪！齐美人转向我，没什么诚意地说：林美人也消消气，我宫中的这些人笨手笨脚惯了，做事难免有失妥当，为此姐姐我也不止一次的在皇上面前告过罪，但皇上素来待人宽和让我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责罚这些服侍的人，这才纵得他们不知道轻重。好在妹妹没有受伤，不然我今天怎么也不能放过这笨拙眼瞎的东西。皇上虽然待人宽和，可也赏罚分明。姐姐既然知道纵容他们过了，就应该好好管教才是。要是只知道一味的宽厚，下面的人犯了错也不惩戒，下面服侍的人不光不会感激姐姐，还只当姐姐好糊弄。这落梅居怕是迟早要乱套的。
厅中一时寂静无声，大家看向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齐美人气急，他没想到他把皇上都搬出来了，我还敢不依不饶？我好似没有看到齐美人的怒气一样，一脸好心声道：“姐姐要是实在不忍心处置这个犯了错的小宫女，妹妹也可以代劳。毕竟她刚刚可差一点就烫伤了妹妹的脸，妹妹待姐姐处罚，这也算不上僭越。”齐美人气得怒目圆睁，胸脯随着粗重的呼吸上下起伏。姐姐，我才不管齐美人是不是快被我气死了，开口催促齐美人，让齐美人选择是自己惩罚小宫女，还是把小宫女交给我处置。齐美人不想惩治小宫女，更不会把小宫女交给我。她倒不是多重情义，要护着一个小宫女，而是这涉及到面子问题。如果她今日被我逼着处置了这个小宫女，那她在宫里就成笑话了。看了眼屋内看好戏似的众人和低着脑袋几乎要把自己缩成一团的苗宝玲，齐美人一口气上不来，直接晕了过去。美人，你没事吧？快去传太医！来人，把齐美人抬去小榻上，先躺着。派人去请林贵妃和韦德妃了吗？看着乱成一团的大厅，我眨了眨眼，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齐美人居然晕倒了。脸秋环视一圈周围，有些慌乱地凑到我耳旁，小声道：“才人，要不我们先走吧？”脸秋总觉得齐美人突然晕倒是被我给气的，想着赶紧拉着我跑路。我们在这里再看看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走了，不是我们的错，都会变成我们的错了。太医来得很快，进了内室，不一会儿，林贵妃和韦德妃也急匆匆赶了过来。林贵妃和韦德妃两人是同一年进的宫，今年都是30有1的年龄了，却因为保养得当，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很多。不过林贵妃打扮的华贵，气场很强大，相比之下，韦德妃素淡了一些。林贵妃在首座款款坐下，一双丹凤眼凌厉地扫向众人。谁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来赴宴的众人视线若有若无地瞟向我，却没有人开口说话。齐美人跟前伺候的大宫女璎珞，看那些主子们，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气愤地上前跪在林贵妃面前道：“回贵妃娘娘，我们美人是被林美人气晕的。”璎珞把宴上发生的事情大致交代了一遍，省略了宫女差点把热汤浇到我脸上的事实，重点突出了我的咄咄逼人。说完以后，璎珞又朝着林贵妃磕了磕头，求贵妃娘娘和德妃娘娘替我们美人做主。林美人是哪个？妾身林氏，请贵妃娘娘安，德妃娘娘安。我低着头，也能感觉到林贵妃落在我身上的视线。过了半晌，林贵妃才道：“林美人，你可有话要说？”我挺直了脊背，一字一顿道：“请贵妃娘娘、德妃娘娘明察。刚才这位姑娘说，齐美人晕倒是被妾身气的，可臣妾愚钝，不知道妾身究竟哪里气到齐美人了？难道说仅仅因为妾身劝说齐美人不要对犯了错的小宫女太过宽厚吗？如果这样就将齐美人气得晕倒的话，那齐美人的气量也太……我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可在场的人都明白，要是齐美人的晕倒真是我气的，那齐美人的气量就太小了。林贵妃语调微扬，这么说，你是不承认齐美人的晕倒和你有关了？妾身……不等我再回话，林贵妃就挥了挥手。既然这样，我们就等太医的诊治结果出来了再说。过了大概1盏茶的时间，来帮齐美人诊治的太医从内室走了出来，和他一同出来的是齐美人身边伺候的另一个宫女翡翠。翡翠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臣见过贵妃娘娘。太医先给林贵妃行了礼，然后将齐美人的情况说了出来。齐美人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再加上情绪过于激动，才会突然晕倒，要不了1个时辰人就能醒过来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间。这时林贵妃笑着道：“这是好事啊，快派人告诉皇上去。”齐美人居然真的有了身孕，在场的众人心情十分复杂，说不出来是羡慕还是嫉妒。我心想，糟了，看样子自己免不了的一顿责罚，毕竟导致齐美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罪魁祸首是我。果然，林贵妃安排了人去给皇上报信后，就把目光转向了我。林美人就先在一旁跪着吧。是。我心里叫苦不迭。林贵妃只说先跪着，也没说要自己跪多长时间，自己怕是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了。
我跪着，脸秋也陪我跪在一旁。报喜的人到乾清宫时，墨渊正眉头紧锁地看一份折子，那是督察院御史裴章递上来的，说的是民间关于他继位的一些传言。民间传言他皇位来路不正，继位15年都没生出皇子，是上天在惩罚。明眼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搞鬼，可他没有皇子是事实，就算把幕后之人揪出来，也堵不住这悠悠众口。张德全跌跌撞撞冲进御书房，跪地报喜，说齐美人有孕了。墨渊心想，这身孕来的正是时候，便立刻起身赶往落梅居。好不容易有人怀上了，他肯定得来。没一会儿，墨渊便到了落梅居。真见他来得这么快，心里还是忍不住泛酸。林贵妃带头向墨渊行礼：“臣妾等恭请陛下圣安。”爱妃免礼。你们也都起来吧。大家都站起了身，就显得还跪在一旁的我和脸秋格外的醒目。墨渊不由得往我的方向多看了一眼，注意到墨渊的眼神，林贵妃柔声解释道：“林美人言语过激，害得齐美人晕了过去，臣妾罚她跪着呢。”墨渊点了点头，对着我道：“既然贵妃罚你跪，你就跪着吧。”臣妾遵旨。我本也没想着墨渊能免了自己的责罚，听了墨渊的话也不失望。渊刚在主位坐下，内侍就来传话，说是齐美人醒了。我轻轻地挪动了一下膝盖，苦中作乐地想着，齐美人醒的可真是时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装的。墨渊进入内室待了一炷香的时间，出来后就让大家都散了。都回去吧，齐美人还要休养一段时日，大家就先不要忙着道喜了。林美人失了礼数，禁足3个月，也回去闭门思过吧。臣妾遵旨。我等皇上和林贵妃、韦德帝等人走远了，才在脸秋的攀扶上站了起来。走出落梅居后，脸秋不忿的道：“齐美人肯定跟皇上说您的坏话了，不然皇上怎么会禁足呢？贵妃娘娘也是，明明您之前都解释过了，是那个小宫女差点将热汤浇到您脸上，您才让齐美人惩治小宫女的。她在皇上面前却一字不提。”我看了眼不远处的宫女，皱眉瞪了脸秋一眼。晋升，贵妃娘娘岂是你可以妄议的？这事儿我本来就有错。脸秋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小声嘀咕：“主子，我们就不该来参加这生辰宴。”一回到御福院，我就把伺候的工人叫到一起，说了自己被禁足的事情，吩咐大家平日里无事就老实待在御福院里，不要出去乱晃。说完，新来的工人眼神不由得都闪了闪。我扫了几人一眼，不怎么在意的挥了挥手：“好了，你们要记住我的话，下去吧。”随后，我转身回到了屋内。不一会儿，脸秋找来了药油，帮我揉着膝盖，边揉还边心疼地说：“都有点红肿了，明日起来肯定要青死一大片的。”我好笑的道：“多大的事儿，快别念叨了，你都快和那老太太一样了。”才人好宽的心，您都被禁足3个月了，还不算大事，那什么才算大事呢？您这边刚入皇上的眼就被禁了足，等3个月后您解了禁，皇上哪里还想得起您？这不正好吗？我们又可以过我们的安稳日子了。不过确实今天这次生辰宴差点被热汤浇了脸，最后还被罚了跪。这要是以后参加宴会，还不知道要发生些什么。现在皇上把拒绝的理由送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刚好可以正大光明的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脸秋帮我把裙子整理好，又说道：“才人能言善道，奴婢说不过您。你说不过我，不是我能言善道，而是因为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脸秋白了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起来。知道才人爱清静，这下才人可如愿了。时间过得很快，天色渐渐暗去。脸秋，我要睡会儿了，今天可真是心神俱退。你的膝盖也不要忘了擦药，我记得我这里好像还有一瓶烫伤用的药膏，你等会儿也找出来，身上被烫到的地方需要擦药就用它。奴婢知道了，才人快睡吧。脸秋伺候我躺下，又替我将床幔放了下来，才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脸秋一出去就被小豆子等人拦了下来。脸秋姐姐，到底怎么回事？你和才人不是去参加生辰宴了吗？怎么才人又被禁足了？才人和齐美人呛了声，现在才人虽然受了罚，但难保齐美人的气还没有消。你们现在都是御福院的人，要是不听才人的话，没事出去乱晃荡，犯到了落梅院那边的手里，哼，才人就算是想救你们，也是有心无力的。几人互相看了看，才连连保证道：“脸秋姐姐放心，我们没事儿，肯定不出去乱晃。”我睡醒后，
脸秋把他和几人的对话说了一遍给我听，我听完笑着赞了脸秋几句。我是只想安稳过日子的，如果这些人里面有那奔着攀高枝来的，趁早看清了情况，另找温路也好。玉福院这边的人心浮动先不提，齐美人身孕的消息在宫里传开之后，就像是在原本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块石子，荡起一圈圈的涟漪。我虽被禁着足，但去膳房的小豆子每天都会带回来一些关于宫内的传言。今日是康乐宫不小心摔坏了一套甜白瓷茶盏，明日是蓝影宫不小心打碎了插着花枝的清华梅瓶。我在玉福院里每日听一听八卦传言，看看话本，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心了。就这样过了几日，不久香草首先待不住了，内侍府来人说要调香草去别处当差的时候，我也没有瞒着，便同意了。香草走后没有几天，小六子、小栓子、桃红也先后离开了玉福院。脸秋气得在我面前抱怨，全都是些趋利避害的小人，看主子有宠就靠了过来，主子才禁足几天，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啦，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他们不愿意留在玉福院熬日子，去别处博前程，又不碍着我们什么。主子就是太好心了，这些没把主子放在眼里的小人，以后真得了前程，还不知道怎么嚣张呢。要我说，主子就不应该放他们离开，他们进了玉福院，就是玉福院的人。主子要是不愿意让他们离开，上宫局那边也说不出什么话来。这宫里用人都讲究个出身干净，这些进过玉福院的人，其他各宫的主子岂会放心再用？脸秋闻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我可真是不长脑子，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可随后他就又高兴了起来。之前离开的青丘觉得主子不受宠，没有什么出路，就花钱找关系离开了玉福院。结果离开玉福院之后，想去别的宫院当差，可稍微在宫里有点地位的主子都不愿意要。他至今还在上宫局待着，整日做针线呢。香草他们以为离开玉福院可以有更好的前程，可殊不知，从进入玉福院的那一刻，他们的以后已经注定要和财绑在一起了。我绣完最后一针，用小剪刀剪断针线，笑着看向脸秋，不生气了吧？但捕捉到他这大的神态，嘴里笑着，不生气了，不生气了，都是奴婢愚笨，没想到这一点。既然不生气了，就去把以翠叫进来吧。桃红他们之前虽被留在了玉福院，可玉福院要干的活很少，我又不让他们近身伺候，他们每日也就做一些洒扫的活。现在我突然提要见以翠，脸秋就猜测是不是打算让以翠近身伺候了。以翠听说我找他，放下手中的扫把，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就跟在脸秋身后进了屋子。进去后也是先恭恭敬敬地和我行礼问好。我指了指旁的凳子，随意道：“坐。”以翠心里没有底，不敢坐。谢谢主子，奴婢站着就行。我也没有勉强，慢悠悠开口：“你是哪一年进的宫？”以翠在心里斟酌一番，答道：“奴婢是永安10年入的宫，因为针线还算不错，入宫后就被分到了上宫局。奴婢在上宫局待了5年，一直到齐公公为玉福院选宫女，奴婢托了相熟的一个姐姐和齐公公说上了话，才有幸被选来服侍才人。可我这玉福院好像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和你同时来的下人都离开了，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说完，我还好心地安抚了他一句：“你也别紧张，你来玉福院有一段时间了，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苛刻的人。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好好聊一聊。我入宫4年，只得过1次恩宠，如今只是个才人，此后便再未见过殿下。如今因得罪齐美人，被幽居院内不得外出，眼看着这一辈子就是个才人了，我也不愿意耽误你们，所以才叫你来问一问。我们好歹也算是主仆一场，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就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一把。”我话说完，原本已经打定主意要留在玉福院的以翠明显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又坚定了主意。回主子的话，奴婢之前在上宫局的时候，需要没日没夜的做针线，当时奴婢就想着，要是能离开上宫局，去哪个主子跟前伺候就好了。来玉福院以后，奴婢时常在心里感谢齐公公，把奴婢分到了主子这里来伺候。能伺候主子是奴婢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奴婢只想以后能一直伺候主子，还请主子成全。我盯着以翠瞧了一会儿，问道：“你想好了？”奴婢想好了，请主子留下奴婢。说着，以翠一个头深深地磕了下去。你既想好了，那就留下吧，名字得改改，
我看就跟着脸秋叫晚冬好了。不过你既然选择留下，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你的主子是谁。是，奴婢谢主子赐名，奴婢誓死不会背叛主子。晚冬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这是被主子真正的接纳了，随后便叫他起来，赏了他一根素银簪子，让他以后和脸秋一起在屋内当差。可能是在上宫局待了5年的原因，晚冬的性格比起脸秋要沉稳很多。有了他在屋内当差，我比原先更省心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操心的事情少了，我今日没事就想打瞌睡。脸秋有些担心地劝我：“主子，您这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动弹也不行呀，看您最近精神都没有原来好了。这段时间天气一日暖过一日，您没事的时候也该去院子里走一走，晒晒太阳。”你说的对。主子，小人刚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宫里又一位娘娘有孕了。脸秋正要再劝，小豆子带着笑拎着食盒走了进来。脸秋闻言没好气地白了小豆子一眼。这算是什么好消息？别的主子有孕，又不是咱们主子有孕了。小豆子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头，解释道：“小人不是想着，咱们主子被禁足全是因为齐美女，齐美人因为有孕盛宠不断，现在宫里又有一位有孕的妃嫔，不就可以分掉齐美人一部分恩宠了？要是真这样，那齐美人肯定生气。如果她因为生气动了胎气，那就更好了。”你说的对，最好气死她。我听着两人的对话，笑着问道：“是谁有身孕了？”是玉秀宫的王昭隐，听说已经3个月了。之前的时候因为胎相不稳，一直没往外说。至于是真的胎相不稳，还是故意瞒着，就不知道了。王昭荣，我有些吃惊。王昭荣是永安7年进的宫，进宫后得宠了几年，但从去年开始，墨渊去的次数就渐渐少了，从原来的隔几天去一次，变成了隔半个月或1个月去一次。墨渊去的勤的那几年，王昭吕一直没有身孕。现在墨渊去的少了，王昭吕反而有了身孕。看样子有孕这种事情真的是没法说。不过怀孕的是王昭荣，那齐美人可真的要好好生上一场气了。这两人之间的仇怨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当年齐美人刚进宫的时候，仗着得宠，在皇上留宿王昭荣的玉秀宫时，曾试图抢人，不曾想王昭荣手段高超，齐美人不仅没有抢人成功，过后还被王昭荣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两人从此梁子就结了下来。王昭荣没有那么受宠以后，齐美人不止一次地找过王昭荣的麻烦。不过王昭荣的品级放在那里，两人交手，齐美人输多赢少。现在两人又一前一后的有了身孕，也不知道这次两人能不能定个输赢。我还挺希望赢的那个人是王昭荣的，毕竟自己和王昭荣没什么仇怨。不过这后宫中怀孩子不容易，想安稳生下孩子更不容易。这两人究竟能不能挺到定输赢的那一刻，也不好说。才人，我们要不要给王昭玲送点东西过去，恭贺一下？不了，我在闭门思过，就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好了。怎么了？这样做是有什么不妥吗？奴婢是想着，王昭荣现在是9嫔之一，在晋位怕就是淑妃了。如果侥幸生下皇子，他那个位子也不是不能想。主子这时不去送贺礼，会不会不太好？怕以后他因为主子今日的怠慢而对主子不满。你能替我着想，我很欣慰，但我毕竟在禁足，这个时候巴巴的送东西过去也不合适。我都这样说了，晚冬也就不再多言。接连2个妃嫔有孕，后宫的妃嫔好像是一下受到了刺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在墨渊面前争宠。不是今日你送汤，就是明日他送点心。还有在墨渊必经之路弹琴吹箫的，御花园里追逐打闹的，穿着单衣跳舞的，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每这些消息都听得我直叫大开眼界了。与此同时，墨渊心情大好之下，决定组织春猎。先帝在世时热衷于打猎，每年几乎都会组织春猎、秋猎，有时还会组织夏苗冬狩。墨渊继位后忙于政事，春狩、夏苗冬狩全都取消了，就是秋申也不是每年都会组织。今年还是墨渊继位后第一次组织春猎。皇帝春猎肯定是要带妃嫔伴驾，后宫没有中宫之主，这伴驾的名单就由协理后宫的林贵妃和德妃决定了。伴驾的名单出来后，墨渊又将自己想要带的妃嫔加了进去，这名单也就定了下来。名单出来后，几家欢喜几家愁，可以去伴驾的妃嫔欢欢喜喜地收拾东西，不能去的则暗暗生气，或者说几句酸话。只是这些都和进了族的我没多大的关系。3月初6是钦天监选好的出行吉日，我得知墨渊已经御驾离开皇宫，便再次将御福院服侍的几人叫到面前，叮嘱他们看好门户，无事不要出御福院，也不要让无关之人进御福院的大门。脸秋几人看我脸色严肃，也都认真的应了。和我想的一样，墨渊和林贵妃等人一走，明面上各宫主子都闭门不出，但暗地里却并不安生。这不才第3天，我就听说玉秀宫昨天晚上叫了太医，听说太医是亥时进的玉秀宫，一直都到子时才出来。主子，
你说王昭云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应该没事，就算是有什么，可能也不严重。不然昨天晚上早闹开了，怎么可能到现在还风平浪静？没事就好，不然齐美人就高兴了。说起来，齐美人最近倒是很低调，整天待在落梅居也不出门，都不像她的风格了。她的身子还未满3个月，不出来走动是对的。为什么偏偏齐美人有了身孕呢？要是有身孕的是主子您该多好。你想什么美事呢？要是那么简单就能有了身孕，这后宫早就皇子公主一大堆了，何至于现在只有3个公主了？更何况我并不想有身孕，尤其是在后宫现在还没有皇子的情况下。也是，咱们皇上子嗣源确实是差了点儿。倒是听着他们说话的婉东往我的肚子上若有所思地瞅了一眼，随后自嘲一笑，觉得自己真敢想，可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接下来的这段时日，婉东越看越觉得我像是怀上身孕了，尤其是我的月信已经许久没有来了。然而3月21的晚上却出了事，住在康乐宫的唐修容没了。我想了好半天，才勉强想起唐修容是谁。这位唐修容向来低调，虽是9嫔之列，却在深宫之中毫无存在感，从不争宠出头。这样一个向来安分的人，怎会毫无预兆突然离世了呢？唐修容早就得了咳疾，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时不时咳血，却一直瞒着熬了几个月。昨天晚上终是没有熬住，去了。太医院的太医也证实，唐修容之前确实患了咳疾。唐修容很早就已经失了圣宠，不管她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没的，最终怕也只能是因为咳疾没了的。果然，墨渊回宫知道唐修容没了，什么也没有说，连追封都没有。唐修容按规矩下了葬，宫里没了一个不受宠的妃妃，也不会激起一点波澜。我虽然还不确定肚子是不是真的有了孩子，却也注意了起来，一些怀孕不能吃的食物、不能用的东西，我也不去吃用。之后御膳房又做了几次鱼，我是一点都闻不了那个味道，一闻到总是控制不住想吐。可除了不能闻见鱼味，其他时候我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直到4月份，我的月信还是没有来，才基本上确定有了身孕。脸秋和婉东两人努力压抑自己的兴奋之余，整日时刻地盯着我，生怕有什么闪失。小豆子和小果子也知道了我有身孕，整个御福院都陷入了一种既欢喜又要拼命压制着不让外人看出来的怪异气氛中。这种气氛持续了好几天。脸秋看我依然没有请太医来诊脉的意思，不由得又有些担心。主子真的不请太医来看看吗？奴婢们虽说已经极力注意了，但毕竟没有经验，万一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影响了主子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还是应该请太医过来看看，才更让人放心啊。再等等吧，我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已经满3个月了，确实不应该再瞒下去了。但是我担心，如果皇上知道我有孕的消息，会解了我的禁足，而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如果我解了禁足，端午肯定得去参加宫宴，宫宴人多眼杂，万一出点什么事，后悔可就都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等端午节过了之后，再让人知道我有孕的事情。5月初5端午节，日子一迈进5月，很快就到了。端午节宴席设在轩辕殿，各宫主子则早早就梳妆打扮开来，准备在晚上的宫宴一鸣惊人。但这些都和被禁足的我没有关系，我早早的就睡了，只等着今天过了就可以找太医来把脉了。美美的睡了一觉，醒来我才知道，昨天晚上宫宴开始没多久，明细宫的宋修仪就因为干呕宣了太医。太医诊脉后宣告宋修仪有了1个月的身孕。昨天晚上去的太医是太医院里比较有经验的老太医，诊的脉一般不会出错。墨渊非常高兴，当场就赏了宋修仪不少的好东西。我也很高兴，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正愁着不知道该找什么理由来请太医诊脉呢。这现成的理由就送到了面前。和我的高兴不同，脸秋却有些着急，听我让他去找太医。要不主子还是等过段时间再找太医来诊脉吧。之前不是你急着让我找太医吗？怎么现在却又劝我再等等了呢？谁想到宋修仪昨天晚上会诊出喜脉呀？如果皇上前几天知道主子有孕，可能会非常高兴。唉，但有了宋修仪昨天晚上诊出喜脉一事，这个时候皇上才知道主子有孕，喜悦之情怕会大打折扣吧。而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可以，我还希望昨天晚上宫里多几个被诊出有孕的嫔妃，那样大家就没人关注我了。宋修仪和王昭云虽然都是9嫔之位，王昭云的位分还在宋修仪的前面，但宋修仪是户部尚书宋慎言之女，从入宫到现在一直恩宠不断。只要宋修仪能平安产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
晋升妃位都是一定的，所以宋修仪相比王昭灵成功登上后位的可能性更大。宋修仪这个时候诊出有孕，还是在宫宴这种想瞒也瞒不了的情况下，相当于成了一个火把。我能想到的，后宫里其他人也能想到。宋修仪是个聪明人，更不会想不到明书宫里，宋修仪一脸复杂地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确实是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最好还是一个男孩，但她没想过在这么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有孕。宫女朝云小心翼翼唤了一声，他们修仪一直想怀上身孕，这几年调理身体的药一直都在吃着，却迟迟没有消息。昨天晚上诊出喜脉，按理他们修仪应该非常高兴才对，结果他们修仪从宴会上回来，就时不时地盯着肚子发呆。宫里伺候的那些宫人也都没有打赏。怎么了？小主，您怀有身孕是喜事。宋修仪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露出了笑容。虽然昨天晚上爆出有孕会给她带来一些麻烦，但她总算是有孕了，这怎么说也是一件喜事。她有家室，又有皇上的宠爱，谁要是想害她孩子，大可以来试一试。打赏吧，按等级，每人赏20两银子，让大家都乐一乐，具体的你去安排。而御福院里，小豆子奉了我的命令，跑了一趟太医院。太医院里当差的人，听说是为被禁足的林美人请太医，太医们都不大愿意去，给各位大人添麻烦了，还烦请哪位大人跑一趟。太医院里当值的几个太医各自对望了下，最后坐在角落翻书的一人站起了身。小豆子也迟疑了一下，但是看着太医院内其他太医都坐在那里不动如山，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小豆子只能笑着和海太医打招呼。那就麻烦大人了，喊我海太医就行。太医院离着御福院比较远，小豆子和海太医两人走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御福院。小豆子把海太医领进御福院后，向我介绍，这位是太医院的海太医。我有些紧张的朝着海太医点了点头，麻烦海太医了。海太医观察了一下我的脸色，然后询问道，听说才人不舒服，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里不舒服吗？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其实也不是不舒服，我之前月事就一直不准，2个月来一次也是正常，可这次都过了3个月了还没有来。正巧今天早上听说宋修仪有了身孕，我就想请太医帮我看看，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孕了。要是换个太医，可能还会想，这林美人是不是想有孕想疯了？你试过几次请还有孕了？你以为有孕那么简单吗？可海太医闻言只是点了一下头，便说，才人请伸出手来，下官替才人诊脉。我伸出手，脸丘拿来丝把搭在我手上，海太医坐下开始诊脉。脸丘屏息静气地等着海太医诊脉的结果。把完脉，海太医收回了手。恭喜才人，确实是有孕了，已经3个多月了。脸丘等人喜不自胜，我也笑了起来。可很快我就收了笑容，露出一个担忧的表情。海太医，我之前不知道有孕了，也没怎么注意过，对肚子里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吗？并无大碍，才人派相稳健，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我做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那就好，那就好。御福院里找了太医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宫里各处的关注。毕竟在各宫主子的认知里，一个5年里只成过1次宠的小小才人，得罪了怀孕的宠妃，又被皇上下令禁了足，就已经注定再没有翻身的可能了。这样的一个人，并不值得他们浪费精力去关注。所以当脸丘去向长春宫告知林贵妃时，林贵妃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没说错吧？是御福院里的林美人有孕了，不是别的宫的什么妃嫔吗？娘娘确实是御福院的林美人有孕了。林美人身边的大宫女，这会儿还在咱们宫外面站着呢。林贵妃静默半晌道：“让她进来吧。”脸丘随着王贵英走进长春宫的正殿，规规矩矩地跪在林贵妃面前。我们才人月事一向不准，时常连着2个月都不来，再加上才人有孕后也没有什么反应，我们也没敢往这方面想。还是今天宋修仪娘娘有孕的消息传出来，我们才往这方面猜了猜，大着胆子请了太医。太医诊完脉，确定已经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后，才人立即就派奴婢来和贵妃娘娘报信了。起来吧，你们才人有孕是喜事，向皇上报喜了吗？还不曾。才人说贵妃娘娘您现在掌理后宫，理应先和您说一声才是。桂英，你陪着她去一趟乾宁宫，把这一喜事告诉皇上。这个林美人倒有几分运气，能生得出来才算运气好，而且还要看她生的是什么。如果是个女孩还好，如果是皇子，那就不是运气了。说的不错，
如果她真能生个皇子，本宫倒是不介意替她养着，只是那时候林美人肯定就不能留了。娘娘想养是那孩子的福气。桂英姑娘可是有什么事？我是奉贵妃娘娘的命令，陪着这位御福院的大宫女来给皇上报喜的。太医刚刚诊出御福院的林美人已经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了，麻烦帮忙禀报一声吧。哟，这可是大喜事儿啊！桂英姑娘稍等一下，小的这就帮您禀报。鬼鬼祟祟的，什么事儿？德全公公，长春宫的桂英姑娘带着一个叫脸秋的来报喜，说是刚刚御福院的林美人诊出了3个多月的身孕。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既然有孕了，那就该赏。赏林美人锦缎2匹，织金罗2匹，金镶宝石步摇2只，羊梨玉镯子1对，珍珠1活。那林美人的禁足，功过不能相抵。这就没了吗？怎么没有解除主子的禁足？好啦，都站在这里做什么？各忙各的去吧。主子别是气傻了吧？放心，我没气傻，反正离3个月也就几天的时间，解不解禁都一样。你和婉东把赏赐的东西放到偏殿里，那2匹织金罗就不收了，正好做2身夏衣，过段时间天热了穿。我怎么把心里话嘀咕出来了？与此同时，我有孕的消息也在宫里传了开来，只是大家还来不及羡慕嫉妒，紧跟着就又得知皇上知道林美人有孕后，竟没有解了林美人的禁足，因此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放在了明熹宫。到了5月13，我禁足已满3个月，御福院却还是跟往常一样安静，大家好像都忘了我可以出门和待客了。也许有人还记得，可看别的妃嫔没有要上御福院门的意思，他们就当自己也忘了。只有上宫局的工人在5月14这天送来了早该送来的夏衣。来的工人很会说话，说是本来该早一点送衣服过来的，只是御福院最近一段时间不待客，他们又想着亲自过来给我问个安，才一直拖到了现在。不管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才把夏衣送过来，但人家最起码人家话说得好听，我就当自己信了。他们笑着从御福院出来，上宫局来的2人中，鹅蛋脸宫女笑着和圆脸宫女称赞我大方。我觉得林美人和不受宠的主子们不大一样，倒是有些像宋修仪那种盛宠正浓的。我有幸曾去过明思宫，去送过1次衣服，修仪也是跟美人刚才一样，送给我们1人1个荷包。是啊，皇上虽然现在对林美人一般，但林美人毕竟有孕了，一旦她平安生下皇子，不说生下皇子了，皇上看在小公主的面子上也会抬举她几分。李上宫不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才让他们把原来预备送给御福院的夏衣换成了不管颜色还是料子都更胜一筹的，还在她一解禁就赶紧送了过来。我一直在御福院安稳待到了6月初，太后娘娘生辰才迈出了御福院的大门。太后娘娘所住的慈宁宫很远，我跟脸秋走了好久才到，正在宫道里慢慢的走着，遇到了2个其他院的嫔妃，是陆冲灵和楼才人。既然碰见了位座比我高的，自然是要行礼的，也不能当作没看见。陆冲元入宫有些年头了，据说当年也曾盛宠一城，最得宠的时候连林贵妃都避让几分。我是没有见过陆冲元风光的时候，不过只看陆冲元这浇花照水之貌和弱柳扶风之姿，我就能想到他受宠时的面貌。墨渊肯定是舍不得美人皱一下眉头的，只是帝王的宠爱太过短暂，陆冲于如今1年里见不到几次墨渊了。陆冲于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不然楼才人也不会住进扶风院。当时楼才人想离开御福院，而陆冲元需要一个新人来吸引墨渊的目光，所以楼才人在陆冲元的帮助下搬到了福生院。然而楼才人也并不得墨渊的喜欢，墨渊还是很少踏入扶风院的大门。陆春元眉间带着一抹清愁，视线掠过我的肚子，眼里闪过一丝嫉妒，很快又收了起来，上前扶住我，让我别多礼。若我有孕在身，让我别在乎这些虚礼。我笑着和他客气了几句，然后不着痕迹地避开了他扶着我的胳膊。主子，咱们快去给太后娘娘贺寿吧，迟到就不好了。快到慈宁宫的时候，路上的妃嫔多了起来，这还是我有孕后首次出现在人前。纵使大家不把我有孕当一回事，但他们看见我就会想到自己非常努力也没怀上，而我只是试过1次情，竟然就好运的有了身孕。他们心里的嫉妒还是忍不住冒了出来，说起话来也难免带了酸意。我上前和大家见礼的时候，吴婕妤往一旁避了避道：哎呀，这可使不得，林美人如今有孕在身，哪能给我等行礼呢？
要是一不小心伤了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吴婕妤嗓音如百灵鸟般动听，就是说起话来含讽带刺的，让人听着不舒服。我来之前早就做好了准备，听到这样的话也能当做耳旁风一样忽略掉。婕妤说的哪里话？婕妤比妾身位分高，妾身给婕妤行礼是应该的。林妹妹就是礼数周到，不像是有的人自以为有了身孕，这后宫她就可以横着走了。夏美人说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明白。夏美人和温美人同时进的宫，同时受的封，两人同样受宠，又一前一后的进封了美人。只不过夏美人没有温美人命好，温美人如今有孕已快满5个月，而夏美人的肚子至今没有音讯。原本旗鼓相当的两人，眼看着就要拉开差距了。夏美人这个被落在后面的人，心里能平衡吗？夏美人话音刚落，温美人就扶着琉璃的手款款走了过来。有些人啊，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只能在背后酸别人，有本事自己也怀一个呀。我忘了，这里倒是有一个怀上的，可是这人跟人终究是不同的，就算是偶然一次走了大运，也并不能代表什么。温美人无差别攻击一番后，扶着琉璃的手扬长而去。不知所为，还真当自己有了身孕就尊贵无比了，能不能生下来还不一定呢。夏美人这话没有人接，咱们也该进去了，再耽搁下去可就太迟了。是呢是呢，咱们快进去吧。夏美人撇了撇嘴，倒也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众人进了慈宁宫。慈宁宫设宴的宫殿里，妃嫔们和宗室皇亲基本都已经到了。妃嫔里面一些低位分又不受宠的妃嫔也早就来了。我在宫女的引领下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安排座位的人可能考虑到我毕竟怀着皇嗣，不能太过怠慢，所以我的座位虽然不是最靠前的那一批，但也不和往年一样在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而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只是不知道安排座位的人是故意的，还是不知道我和齐美人之间有过节。我左手边坐的就是齐美人。齐美人察觉到坐在自己下手的是我时，真是晦气。我看了齐美人一眼，扭头转向了别处。气死我了，仗着我们主子脾气好就欺负我们主子，有本事怎么不去找其他嫔妃的茬？有什么气的？难道你还要我们主子和一条到处乱咬人的疯狗计较？那多掉价。虽然两人声音很小，但是离两人很近的我还是听到了，没忍住笑了起来。婉东不常开口，没想到一开口嘴还挺毒的。也不知道坐在我对面的夏美人是不是一直注意着这边。我一笑，她立马开口道：林妹妹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可是温姐姐说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夏美人声音不低，引得周围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我笑了吗？我就是突然想起刚来慈宁宫的路上遇见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雀，当时没在意，这会儿想来那群小雀倒好似在吵架一样，实在是惹人发笑。可能一时有些忍俊不禁吧，夏姐姐不说我都没意识到自己笑。夏美人表情有些不好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后不说话了。也不知道那小雀知道不知道自己惹人发笑。我看了一眼夏美人憋屈的脸，笑了笑没有接话。过了不过盏茶的时间，太后娘娘就在大公主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太后娘娘今年50出头，因保养得当，看起来和40出头差不多，十分的精神。大家在林贵妃的带领下向太后娘娘行了礼，不等大家坐回座位，又听见太监高唱皇上驾到，于是众人又是跪地行礼。墨轩在太后娘娘手边位置坐下，挥挥手示意众人落座。随后寿宴也就正式开始了。墨渊第一个站起来向太后娘娘敬酒献寿礼，紧接着是后宫的妃嫔。不过单独向太后娘娘贺寿的只有林贵妃、韦德妃2位妃子，其余的嫔妃是大家集体向太后娘娘敬酒贺寿。妃嫔完就是皇子公主，墨渊没有皇子，公主也只有3位。3位公主祝完寿，就该宗室皇亲了。祝寿结束，宫人流水般开始上菜，还有准备的歌舞表演也正式开始。宴席上的酒菜虽然很丰盛，但是我是一点也不敢沾的。就是刚才敬酒，我也只是意思意思的沾了沾嘴角，不能真喝。我只好把视线转向中间的歌舞表演。不得不说，教坊司专门为太后娘娘生辰排练的歌舞非常精彩。阵阵乐声中，舞姬们衣带飘扬，裙角翻飞，动作优美不说，连嘴角的弧度都高度统一。我看得正起劲儿时，却有一个陌生的小宫女找了过来。见过才人，太后娘娘想见一见你，麻烦您和我过去一下。我闻言愣了愣，抬头看向上首，只见太后娘娘正在和大公主说话。大公主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太后娘娘笑着摇了摇头，一脸的宠溺。虽然不知道太后娘娘为什么想要见我，但我还是起身，随着小宫女向太后娘娘的方向走了过去。因为太后娘娘想要见我，我并没有拒绝的权利。叩见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哀家找你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宫里现在有孕的4个嫔妃里，
只有你哀家不曾见过，所以特意找你过来见见。能为皇上孕育皇嗣，是妾身的福分。是个懂事的。太后娘娘又嘱咐了我几句，然后挥了挥手道：“好了，你回去吧。”我转身的时候，视线不经意间扫过站在太后娘娘身侧的大公主，却发现大公主看着我的眼神十分不善。我有些疑惑，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公主，应该也没有得罪过大公主才是。而且我进宫的时候，陈皇后已经被打入冷宫了，我和陈皇后也没有打过照面，更不可能和陈皇后之间有什么仇怨，和大公主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大公主为什么会用那种不善的眼神看着我呢？接下来的宴会，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冥思苦想了半晌，还是没有想出个头绪。宴席散了之后，我在脸秋和婉东两人的搀扶下往御福院走去。我不敢走快，他们手上虽然有灯，但宫灯照亮的地方毕竟有限。我现在情况特殊，可不敢有任何闪失。刚转过拐角，就看见了前面带着几个宫女站在公道上的大公主。林美人脚程可真够慢的，不过也是，林美人抢了别人的机会，才好不容易有了身孕。若不小心护着，万一出了什么事，林美人怕是没有第二个机会可以抢了。大公主这话妾身有些听不明白，妾身侍寝是皇上点的，大公主为何说妾身抢了别人的机会？我算是明白公主为何会对我有敌意了，不过想来也是好笑。难道大公主觉得要不是我那天侍寝，皇上就会和你母亲发生什么，还是会和你母亲安排的人发生什么？你也不想想，皇上遇见我的时候，他早就走到御福院了，又不是我去冷宫叫人将他拽过来的。那天就算是没有我，皇上也不可能按照你们的安排行事。你母亲行事不着调也就算了，没想到大公主也是个蠢的。难道说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两人身上同流着陈家的血，可陈家其他人我不了解，但根据多年观察，太后娘娘这些年的行事却很是聪明啊。你别以为你有了身孕就可以高枕无忧，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妾身从不觉得自己有了身孕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公主言重了。至于大公主说的不会让妾身好过的，我顿了顿，才道：妾身等着。闻言，大公主还想再说什么，她身后的一个宫女却指了指远处，低声道：公主驸马来找您了。大公主顺着宫女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扔下一句：咱们走着瞧，就将头颅扬得高高的，转身朝着来人的方向走了。大公主一行人走远之后，脸秋有些恼怒的低低骂了一声莫名其妙，然后小声和我嘀咕：幸亏主子您不常参加宴请，也不知道主子您什么运气，每次参加宴会总会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人。是啊，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我看我以后还是少出门好了。哼，主子就是想找理由不出门呀，被你给看出来了。脸秋前几天刚劝过我不要整天待在御福院，大公主的行为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我一路顺顺当当的回了御福院，吃了几块点心就睡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才知道，昨天晚上温美人在回落梅渊的时候摔了一跤，见了红。温美人的摔跤究竟是人为还是意外，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人为的可能性更大。据说负责调查此事的人在落梅居的门口发现了几颗散落的珠子，这珠子是温美人手串上的，但温美人说她这条手串都丢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此我还被林贵妃找过去问了话，也不止我，还有昨天和温美人闹得不愉快的夏美人，以及好几个和温美人发生过口角的妃嫔，都被林贵妃找过去问话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自然不怕被问几句话。不过为了小心起见，我还是让小豆子几人去我的内殿搜查一遍，把御福院彻彻底底的搜了一遍。我虽然没做过，但也得防着别人陷害自己。好在御福院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查出来。又过了几日，林贵妃和韦德妃调查的结果出来了。林贵妃他们查到太后娘娘寿诞那晚，夏美人身边贴身伺候的一个宫女，在温美人回落梅居前，从落梅居门口经过。之后他们又查到夏美人身边贴身伺候的这个宫女和落梅居里面的一个小宫女接触过，而两人接触的时间正是温美人手串丢失前后的那段时间。夏美人的贴身宫女在审问下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受到了夏美人指使，说是夏美人本就对温美人有孕而心生妒忌，温美人还时常仗着肚子对夏美人耀武扬威，夏美人一气之下才想让温美人没了孩子。夏美人自是不认的，可不认又能怎样？事已至此，她再怎么辩解也没有用了。谋害皇嗣是大罪，因温美人虽然见了红要卧床静养，但孩子好歹保住了。夏美人最终被留了一条性命，扔进了冷宫。如今一个只能静养，一个进了冷宫，可真是太好了。婉东没有说话，
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问我：“主子，您觉得这真的是夏美人做的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贵妃娘娘和德妃娘娘不都查清楚了吗？难道夏美人的贴身宫女还会污蔑夏美人不成？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也觉得不像是夏美人，夏美人更像是被人给栽赃了。可是这种事情也说不准，不管是不是夏美人，这种事情都和咱们没有关系。这件事情确实是和我没有关系，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和我有关系了。原来温美人最近心情不好，特意求了墨渊想见家里人，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墨渊直接就同意了。后来墨渊又想起了宫里还有3个有孕的妃嫔，所以特意传了话，特允宫里有孕的妃嫔都可以在宫里召见娘家亲眷。这个消息对王昭如和宋修仪而言没有多大的意义，顶多就是能表现一点皇上对他们有孕的重视。因为宫里的妃嫔只要是9嫔以上的位分，每月的初1和15都可以在宫中召见娘家人，所以他们想见娘家人，平日里也是可以见的。但对我就不一样了，自进宫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娘家人了。对于爹和继母，我自是无所谓，可我想见一见姐姐，也不知道姐姐现在怎么样了，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嫁的是自己喜欢的心上人。董家伯母又是个宽和的，以姐姐的聪明能干，肯定能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可尽管知道，我还是想见一见姐姐，亲口听见她说过的很好，这样我才会觉得自己进宫是有意义的。只是我再着急也没有用，得先等太监出去传旨，然后递了牌子，再向贵妃娘娘报备，贵妃娘娘允了之后，才能定具体的时间召见姐姐。这头我压着迫切的心情，那头宣旨的太监也已经进了林家的大门。姐姐迎接了宣旨的公公，公公宣读了圣旨。得知我有孕后，姐姐并不开心，更多的是惊讶和担心，又问了公公几句我在宫里的情况。之后姐姐就将传旨的公公给恭恭敬敬地送了出去。自从姐姐可以进宫的时间定下来之后，我每天在宫中数着时间过日子，等待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总觉得之前在宫中几年也没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慢，可偏偏这几天的时间愣是让我觉得度日如年。姐姐进宫那天，我早早就起来了，虽说人下午才能到，可心里总想着早点准备才好。毕竟我们姐妹2个确实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可能在院子等得有点久，也可能今天天气确实有点热，我一直在出汗。没一会儿，脸秋和婉东2人便急匆匆地来劝说我：“主子，您看小豆子刚才也说了，林姐姐这会儿连午门都没有进呢，到咱御福院还早着呢，您要照顾点身体啊。”“是呀，主子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您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啊。”看着他们担心的样子，我还是听劝地走向了屋内。主子要是对皇上有这一半上心，也不至于还是个才人了。这时小豆子跑了过来，说姐姐已经到了御福院。我也顾不上怀孕的肚子，快速地迈出了房门。姐姐，主子小心您肚子里的孩子。多大的人了，还这么莽撞，要是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难道姐姐太高兴了吗？你呀你。主子，太阳正烈，林夫人一路走来，想来也累了，您2位还是回房间叙话吧。对，看我都高兴糊涂了。姐姐，我带你去看看我住的地方。我现在住着的地方叫御福院，和我们以前在林家的时候住的院子名字差不多。那姐姐今天要好好看一看你住的地方，看看你有没有吃苦。你每年都送很多银票来，我怎么可能吃苦啊？姐姐给你的银票是不是不够？房子里怎么连几个像样的摆件都没有？姐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向来不在意这些，而且我就一不受宠的小才人，太奢华了也不好。你给我的银票根本用不完，现在还剩好多呢，够用就好。姐姐这几年自己的生意做得不错，加上董家这边还有些分红，手里银钱很是宽裕。你要是缺银子，一定要告诉我。好，姐姐放心，要是银子不够时，我一定和你说。这人是你身边的大宫女吧？奴婢脸秋见过林夫人。林曼性子懒散，平日里就辛苦你多加照顾了。这镯子收着，就当是我替林曼赏你的。既然是姐姐赏的，你拿着就行。姐姐她别的不多，就是银子多。小没良心的，我这是为了谁？奴婢谢过林夫人，我和姐姐说会儿私房话，你们忙你们的去吧。你进宫前不是说你进宫后肯定会躲着皇上走的吗？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是躲着皇上走的呀。进宫后，我除了必要的宴会，基本连御福院的大门都很少出。可谁想到皇上他自己误打误撞走进了御福院呀？那我能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人赶出去吧？这还真是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而来。姐姐，我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打算呀。她要是个女孩还罢，万一是个男孩，那我就算想独善净身也不可能了。姐姐知道，姐姐现在就希望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我也希望，我觉得是女孩的可能性很大。宫中现在生的都是女孩，我哪有那么倒霉，一怀就怀个男孩？你要是不那么倒霉，怎么会才侍寝2次就怀上了？你肚子里的要真是个男孩，你就要想法让皇上对你上心。在这宫里，只要皇上真心想护你，你就会安全很多。你这身边伺候的2人背景可干净，有没有家人在宫外的？万一他们说漏了嘴，对付你可就不好了。脸秋家里没人了，晚冬据我观察应该没问题。不过听脸秋说，他有个弟弟在宫外，但当年被卖进了宫，弟弟不知去向。那我回头帮着找一下晚冬的弟弟。他弟弟要是找到了，就让他在我名下的铺子里做事。你弟弟有什么特征？说清楚些。奴婢弟弟和奴婢长得有点像，左耳后面有一小块圆形的胎记。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跟姐姐分别的时候了。姐姐简单又放心不下的简单叮嘱了几句，便转身离去了。一直到姐姐的身影彻底消失，我才不舍得回去。几个有孕的妃嫔，家人都进过宫了吗？回皇上，都进过了。灵才人排在最后，他家人今天刚好进宫。几人家里都是谁进的宫？宋修仪、齐美人家来的是母亲，王昭荣家来的是嫂子，灵才人家来的是已经嫁了人的姐姐。听说王昭荣他嫂子也有孕了，还和王昭荣差不多同时有的身孕吗？是的。时间来到7月份，也正是容易让人感到燥热的时候。我在屋子里待得心烦意躁，想要出去透口气。我和脸秋来到院子里的水缸前，有趣的是看到2条小鱼瞬间破水而出。主子，拿手绢擦擦脸吧。不用擦了，我去换身衣服就行，一会儿可能还会下雨。主子怎么知道会下雨？因为有句话叫鱼儿出水跳，风雨要来到。主子，真的下雨了。我伸出手，雨滴打湿了我的指尖。主子，这雨下得挺大的，你也快点回屋吧，生病了就不太好了。小雨在屋外淅淅沥沥的一直下着，我在屋内听着雨声沉沉的睡着觉。这一夜睡得格外舒服。次日清晨，我正在梳妆打扮，小豆子慌张地提着食盒出现。主子，昨天晚上齐美人肚子里的孩子没了。我十分惊讶，想着好好的怎么会出事？齐美人，小豆子，你可打听到孩子是怎么没的吗？之前不是说躺着静养就问题不大吗？小的听说是因为吃多了寒凉之物，昨天下雨，齐美人吃了一碗消暑饮品，便绞痛小产了。太医没告诉过她不能吃寒凉之物吗？怎么会因为一碗饮品孩子就没了？确实说不过去，伺候的人就算为自己，也不会让她多吃，所以那个消暑饮料肯定不是导致她小产的主要原因。一开始大家也不信，所以林贵妃查了一夜，但也只杖责了宫人。齐美人想找皇上做主。皇上怎么说？皇上说自有贵妃做主，让她好好养身子。这就是不追究的意思了。皇上不是挺在乎那孩子的吗？怎么就这样轻轻带过？明摆着有蹊跷啊！主子，您闭眼睡会儿吧，只要身子养好，孩子以后还会有的。不会再有了。皇上已经厌弃我了。昨天皇上知道孩子没了，留下一句让我好好养身子，他便走了。他在怪我没保护孩子。主子，皇上向来喜爱您，昨天冒雨赶来，怎会怪罪您呢？皇上关心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我。好了，你去装点吃的，醒来后我有事交代你去办。既然皇上不愿意管，那我自己查。去一趟玉秀宫。皇上，爱妃不用多礼，你现在身子重，不必在乎这些俗礼。你好生养着，我有政务处理，先回去了。等一下，摆驾御福院。算了，还是回乾明宫吧。是。为了留着这条小命继续好吃好喝，再热也得走。主子，要涂点脂膏吗？不用了，走一路会出汗，上了妆糊成一片就不好了。
肃静点才好。今天是贵妃娘娘的生辰，主角当然是贵妃娘娘，我们自然不抢风头。到了宴会，我跟往常一样选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林贵妃身旁有3公主陪同，随后皇上也匆匆赶来。皇上驾到！爱妃请起，朕来迟了，让爱妃久等了。把朕给贵妃准备的生辰礼抬上来。红珊瑚入场后，每个人都被惊喜到了，有的睁大双眼，有的则拿帕子掩嘴惊呼，而林贵妃则是非常开心，场面十分热闹。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想参与太多热闹。父皇，我好喜欢这尊红珊瑚，您把它送给我好不好？这朕可做不了主，这尊红珊瑚朕已经送给你母妃做生辰礼了，你想要得和你母妃说。既是送你的生辰礼，那自然你做主。好了，朕有要事就先走了，各位喝得尽兴。说完，墨渊就离开了宴会。我看着这和谐的一家3口，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怎么了，姐姐？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事，就是坐久了腰有点酸。要是不舒服就早点离开，你现在有孕在身，要小心好身子。就算是早一点退席，贵妃娘娘也没什么话说的。多谢冲姨妹妹关心，只是有点腰酸而已，不是什么大事。要是实在受不住，我自己会和贵妃娘娘说的。怀孕的是姐姐，姐姐自己有数就好。直到宴会结束，我也没吃什么东西。我疲惫地回到御福院，我就着热茶吃了半盘子点心，才觉得自己活过来了。主子，宴会上怎么没吃点东西啊？是不好吃吗？林贵妃的生辰宴菜色自是不差，可我哪敢吃啊？全程只用茶杯沾了沾口，怀着身孕去参加宴席，可真是受罪。好在皇上不是好喜乐的君主，要是像先皇在世时那样才受罪呢。这倒是，我不爱交际。这宫里一般嫔妃的宴请是能推就推，实在是不能推的才会参加。但先皇在世时最喜摆宴，皇上摆宴，你总不能无缘无故的不参加吧？要是真照着先皇在世时3天1小宴5天1大宴的样子参加宴请，想一想我就觉得窒息。这样一对比，我现在觉得挺好的。主子您听说没有？昨天齐美人在御花园碰见了楚宝林，被楚宝林当着好几个妃嫔的面奚落了一顿。说来也奇怪，齐美人那样的脾气，昨天居然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可能是她终于清醒了吧。晚冬，你说这么小的衣裳，孩子真能穿得进去吗？奴婢没怎么给小孩子做过衣裳，这尺寸还是和相熟的上宫菊秀妇要来的。主子，要不我再做一些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小孩子刚出生只有一点点，主子手里这个衣裳的大小想来是合适的。那就按照这个尺寸多做几套，稍微大一点的也做。反正孩子长大了也要穿的，不是都说小孩子长得很快吗？感觉齐美人变得真的挺多的，她现在好低调。贵妃娘娘生辰宴那天，她还在坐小月子没出现。昨天好像还是她出了小月子之后，第一次迈出落梅居呢。她去御花园，难道是想巧遇皇上？听说楚宝林当时讽刺齐美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齐美人现在见不到皇上，才会去御花园碰运气。这楚宝林也怪嚣张的，齐美人好歹是美人，位分上高他2个品级呢。你之前不是很讨厌齐美人吗？怎么这会儿齐美人遭人奚落，你还感慨上了？奴婢其实还是挺讨厌齐美人的，但楚宝林怎么说呢？奴婢觉得他的做法有点过了，有种奴婢不会形容那种感觉，那叫一朝得志便张狂。对对，就是这句话，还是主子聪明。楚宝林可能是被突然而来的圣宠给冲昏了头吧，一直待在泥底的人，忽然间飞上云端，飘了很正常。只是不知道这楚宝林能得意多久，明年就又是大选之年了，到时候宫里肯定还有一番热闹。